特朗普毋庸置疑是现今社会最有争议的人物，美国呀乃至全世界恨他的人是大有人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呢去一次又一次的暗杀。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呀也同样众多，甚至在特朗普扬言要用关税惩罚甚至吞并加拿大之后呢，在加拿大呢依然有着很大一部分特朗普的粉丝。尤其是特朗普第二次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做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极具争议的举措。这其中呢，包括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个大清洗啊，对加拿大、巴拿马以及格陵兰的吞并企图，对全世界征收高额关税，对欧洲左翼执政者的一个打击，以及对欧洲右翼势力的支持，甚至包括呢企图推翻乌克兰的现任政府，从而呢让乌克兰屈服，结束俄乌战争。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了啊，特朗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真正的意图又是什么？他最终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加拿大即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威胁？我们今天啊，就来给您详细的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底层逻辑。其实啊，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啊，而且比较善变，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呢去给他做一个定论。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呢，我有下面3个主要的判断和分析。当然啊，这其中也难免偏颇和片面啊，也欢迎您的指正。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无法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测特朗普，或者换句话说呢，现在的特朗普已经上升到超越所有人认知和理解的一个高度。2025年2月16号，特朗普发推，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很多网友的评价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霸气了。但殊不知啊，这句话其实并不是特朗普的原创，而是出自拿破仑。拿破仑呢，在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一个执政府，实际上是掌握了法国的最高权力。拿破仑在那个时候提出了这句话呢，就是要强调为了国家利益采取非常措施是正当的，即使这些措施可能是超越现有的法律框架也是合理的。那我们再来看2月19号，特朗普领导的联邦交通部呢，废除了纽约曼哈顿下城9美元的一个交通拥堵费当然，此举也遭到纽约地方政府的一个强烈反对。目前呢，已经是对联邦政府发起诉讼，在法院判决下来之前呢，收费还将延续。但是呢，特朗普在第一时间就再次发布推文，拥堵费终结，曼哈顿和整个纽约得救了。而且呢，他在最后用大写字母强调了一句话Long live the king， 国王万岁。您是不是有点看不懂了国王万岁是什么意思？您别着急后面白宫给出了解释。白宫的官方推特呢，转发了特朗普的原话，并且附上了一张图片。那么这张图片呢，就解释了一切。图片上特朗普头戴皇冠背后是纽约，而且白色字体则醒目地打着特朗普国王万岁。截止目前白宫的这条推文呢，已经获得了近3000万的观看。而在美国社会呢，有关对特朗普的各种个人崇拜的议案呢，也是此起彼伏。修改总统连任的宪法，让特朗普长期执政将特朗普的头像刻到总统山，跟华盛顿、杰弗逊、老罗斯福和林肯总统并列。另外也有提案建议将特朗普的生日呢定为国家节日全国人民共同庆祝。看到这儿我不知道您作何感想？看来特朗普不只是想当普京，想当金正恩，他甚至是不只想当拿破仑。特朗普真正想当的是皇帝是人类历史上拥有最高权威、最广大领土、最强军队，甚至可以藐视一切法律和规则的人类第一大帝。您是不是想说我疯了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想法？其实呢，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而是特朗普一直在说在做的。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呢？因为就像我开头说过的特朗普的思维和认知已经超越了所有人类。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经历过3500起以上的法律诉讼，当然这其中还包括特朗普以及他的公司所有的官司。那么具体次数呢，已经是无从考证了。更没有人呢经历过34项刑事指控全部被判有罪，那么最后呢是靠着上任总统才得以豁免。也没有人呢依靠着自己的总统光环去发行个人名义的数字货币在一夜之间就增加了上千亿美元的财富，创造了一个赚钱最快的世界纪录。
那么更没有人呢能够与死神擦肩而过，与子弹呢仅仅相差3厘米。而世界上呢，也仅有一个人在丢掉美国总统宝座之后呢，4年后又强势回归。只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一切呢，才能够理解特朗普的所思所想。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恰恰又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体验过特朗普所体验的一切啊。所以既然无法理解，我们就直接去相信特朗普所说的话就好了。而且啊，特朗普一直也被公认是先说再想再做，最后再归纳啊。虽然他的话中呢有非常多不符合事实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每年补贴加拿大2000亿，比如说给了乌克兰3000亿啊，比如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那么这些陈述性的东西呢，我们不用去管。但是呢，他想做的事情其实都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了。就比如皇帝这件事上啊，我们穷尽想象也没有办法设想，在现代社会怎么样去恢复帝制啊，而且是天赋神权的 king。但是毋庸置疑啊，特朗普他一定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集权啊，他一定想要的就是独裁，而且要长期的独裁。这也就是我们分析特朗普的第2层逻辑呢。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想要做前人都没有做过的大事啊，而想要实现他的宏伟蓝图，那么长期集权必然是一个基础。而这时您就可能会问了啊，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在民主国家如何能够长期独裁呢？其实啊，民主和长期独裁并不矛盾。那么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呢，你比如说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是从2003年开始担任总理，2014年担任总统啊，至今总共执政超过了20年。你再比如说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啊，1998年首次担任总理，虽然在02到10年败选，但是呢，从10年至今一直是匈牙利的总理，总共执政时间呢19年。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更不用说了，从2000年至今啊，虽然中间有过4年的时间是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但是谁都知道他只是普京的一个傀儡。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普京执政俄罗斯已经有25年。除了这些现任的这个掌权者呢，过去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民主国家也同样是长期执政。比如说新加坡的李光耀呢，担任总统是31年啊，德国的默克尔执政16年，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执政14年。在民主国家啊，长期独裁的手段各有不同，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民选独裁。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啊，独裁者是通过选举上台啊，利用选民的支持实现大权独揽。与传统的独裁者不同呢，他们上台以后呢，不是取消选举，而是借助选举维持一个长期的合法的一个执政权。而这些长期独裁者呀，想要长期获得选民的支持，就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拉高支持率。而这时候啊，所谓的危机的出现、强大的敌人，甚至战争都有可能是其中最常见的手段。就拿俄乌战争来说啊，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啊，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要说是这个为了俄罗斯国家的这个安全入侵乌克兰，这完全是说不过去的啊！这场战争不但几乎打光了这个俄罗斯的常规战备啊，死伤几十万国民，经济严重倒退，甚至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呢，也直接导致了芬兰和瑞典加入了北约。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所以啊，无论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我们都想不通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但是呢，如果从民选独裁的角度呢，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啊。俄乌战争爆发的这个2022年呢，普京已经是执政了22年，他的反对势力呢也逐渐壮大。那么当时普京在这个选民中的支持率呢，已经是从高峰时候的89%啊，下降到了63%。而入侵乌克兰的当月呢，普京的支持率呢就窜升到了83%，一下子增长了20个百分点。而2024年3月的俄罗斯大选中呢，俄罗斯再次以87.28%的超高支持率再次获胜。看到这儿，您是不是有点明白了俄乌战争爆发的一个真正原因啊？数十万的生命，几十万人的伤残啊，一座座被摧毁的城市，数百万的难民，以及俄乌两国饱受战争和经济上双重打击的人民，
都有可能为的只是一个人的独裁。当然了，俄乌战争的真正原因还有待历史去评价，我们在这里呢也仅仅是猜测。而且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俄乌战争，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特朗普。特朗普想要长期民选独裁呢，不光是要获得美国半数以上的选民支持，更是要突破美国宪法的束缚。那么，美国历史上呢，仅有一个总统执政时间超过8年，那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为大萧条和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种特殊的背景呢，美国选民连续4次选他成为总统，所以呢，罗斯福总共执政了12年最后呢是在总统任上去世。但是在随后的195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当中也明确规定了总统的任期最多不能超过8年，如果是继任总统呢，就最多不能超过10年。那么既然宪法已经如此规定了，是不是特朗普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呢？也不一定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呢，有多项行政命令都是涉嫌违宪，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废除出生公民权和穆斯林国家的一个旅行禁令。那么甚至在上次大选失利之后呢，冲击国会的事件呢，都是有很多的争议。其实对于现在特朗普及其政府来说呢，违宪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宪法也没有那么神圣不可改变了而且呢，是不是真正违宪，对宪法如何理解，最高法院又如何判例，都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们再回到特朗普在2月16号发布的那条推文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这句话不就代表了特朗普的所有态度吗？其实特朗普的独裁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不是美国的公民，也不生活在美国，而且呢，特朗普也是美国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他要独裁与我何干呢？但是呢，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在特朗普追求权力最大化和长期化的过程中呢，他找到了一系列的假想敌，而在这个与假想敌斗争的过程中呢，几乎全世界的人民都将卷入其中，尤其是加拿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分析特朗普的第3个底层逻辑了为了能够实现长期的民选独裁，特朗普到底在打一个什么样的牌？前几天有一篇文章在中文世界流传的比较广，那么标题就是特朗普正在发动一场西方文明的内战，它的作者是望川边的但丁。那么这篇文章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您可以搜索来看一看。这个作者的中心议题就是特朗普希望把美国带回2战前那种民族主义国家掠夺全世界的模式，而特朗普所反对的呢，是目前在全世界普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对于回归民族主义国家掠夺全世界这一点呢，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在于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逐渐消失，更多的人呢向精英阶层和底层阶级汇拢。1970年，美国前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呢，占美国财富的比例呢不超过25%，但是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40%，而后面90%的人加起来也只拥有美国财富总额的30%。财富分配不均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这是美国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根源。而关于美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呢，大家可以去读一读美国副总统万斯的那本乡下人的悲歌。如果没时间的话呢，还可以看电影，这本书也被拍成了电影。那么简单来说呢，生活在美国铁锈地带的，或者是富裕地区周边的底层人民，那么他们深陷毒品、暴力、犯罪、离婚、酗酒、失业、辍学、贫困等等一系列的魔咒似乎是永无翻身之日。乡下人的悲歌记录了万斯从小成长的环境，非常的真实。而另外一个特朗普的手下小将也是这个类似的出身，那就是现任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那么这个27岁的女孩呢，以极高的出镜率和犀利的言辞呢，正在受到大家广泛的一个关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伶牙俐齿、头脑灵活的知识女性呢，成长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叫做阿特金森。那么这个小镇呢，只有几千的居民。这张照片就是阿特金森小镇主街的样子。而卡罗琳·莱维特呢，是依靠着垒球运动奖学金才读完了大学，之后呢是进入了媒体，最终呢被特朗普团队发现。
而他是整个家族唯一一个读完大学的人。万斯和莱维特呀，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但是他们的家乡大量的美国人依然无法摆脱贫困的魔咒。我相信啊，这也是他们如此坚定地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也是7700万美国底层人民投票给特朗普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了啊，美国的 GDP 增长常年在2.5%到3%之间啊，是所有 G7 国家中最高的。美国一个国家的 GDP 就占全世界的26.3%，而它的人均 GDP 呢，在2023年更是高达将近8.3万美元，整整领先了加拿大3万美元。而仅仅在2011年，美国的人均 GDP 才只有5万美元，还落后于加拿大。而在产业上啊，美国无论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金融业，甚至是教育、科技、文化，没有一个不是在引领世界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会有这么多的永远看不到希望的底层人民呢？原因啊，就在美国的财富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说。为了能够获得这部分底层选民的一个长期支持呢，特朗普必然要做的就是财富再分配。通常意义上啊，进行财富再分配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采用类似于加拿大和北欧国家的这种福利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富人、对企业、对资本利得、对富裕地区施加重税，然后呢，利用国家财政体系呢进行转移支付，以补贴穷人和弱势群体啊，以平衡社会财富。但您说特朗普他会这么做吗？我相信啊，绝不会。恰恰相反啊，特朗普一直秉承的一个政策理念呢，就是大幅的减税，减少企业监管，而且呢是极度的反对社会福利的一个平均主义。道理呢非常简单，因为在特朗普呢，他虽然是获得了底层人民的选票，但他真正代表的呢却是大资本家的利益。万斯和莱维特是特朗普团队中呢极少见的平民出身，而特朗普的联邦这个政府团队中呢，绝大多数的都是超级富豪。马斯克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再来看财政部长贝森特呢，曾经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也是全球宏观投资公司 Key Square 集团的创始人，更是特朗普竞选的一个主要资助者。而刚刚通过参议院任命的这个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呢，则是美国顶级券商坎托费斯吉拉德的董事长，也是美国著名的金融大鳄。那么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呢，则拥有多家顶级的石油公司和矿产公司。而其他的部长、大使、幕僚全都是非富即贵，甚至特朗普本人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典型的富二代。您说特朗普会去打击美国的富人阶层，去劫富济贫吗？绝不会的啊。那么他将如何改变美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呢？那么特朗普其实是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内部的联邦政府和外部的世界各国。短期来讲对内就是要精兵简政，减少政府支出；对外呢，就是要大幅增加关税，去充盈国库。而中长期的目标呢，它将进一步掠夺全世界的资源，甚至要开拓海外殖民地，吞并加拿大、格陵兰。说白了，就是要倒退回民族主义国家，实现向外扩张的掠夺性增长，用外部掠夺来的财富呢，补贴底层选民。说到这儿我们就要说一些经济学的概念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呢，新自由主义经济是导致美国财富分配失衡、贫困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不是像特朗普正在发动一场西方文明的内战那篇文章所提到的特朗普要向新自由主义开战呢？说到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其源头呢，就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简单来讲，就是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的过度干涉，相信市场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己调节。那么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比较原生态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范畴中呢，自由地成长起来的。而时间来到20世纪的30年代从29年到33年之间呢，发生了全世界范围的一个经济大萧条。那么再加上35年开始的二战，其实改变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从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呢开始流行，其核心呢就是政府要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以稳定经济、促进就业和应对危机，也就是要强调政府干预。
同时呢要加大公民的一个福利。而这之后的20多年啊，西方经济也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啊得以高速发展。那么当然，这其中也有2战之后婴儿潮以及百废待兴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啊，到了70年代，尤其是73年跟79年2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呢，使得西方经济进入滞胀，也就是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飙升啊。同时，因为大量的社会福利的压力呢，政府的债务呢也是难以为继。那么这也使得另一个经济学派，也就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回归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呢，逐渐被西方所接受。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那么尤其是80年撒切尔夫人跟81年里根总统的相继继任呢，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英美的一个全面实行。其实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呢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称呼。那么这其中呢也包含着非常多不同的流派和改良啊。总体而言呢，它就是这么几个大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将经济交给市场所统治啊，将自由企业和私有企业从政府或者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啊，同时鼓励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市场的一个开拓。第二呢，就是削减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啊，减少政府负担，抛弃公共服务或者共同体的一个概念，用个人责任来取而代之。那么促使人民呢，为了自己的福祉去努力去竞争。第三啊，就是要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公共服务甚至自然资源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可以说啊，美国和英国从80年代开始就彻底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道路，尤其是美国。那么这种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呢，也符合美国梦的价值观，更是美国一直所追求的平等和自由的一个集中体现。自由不用多说哈，就是充分自由的一个市场竞争，而平等呢，则意味着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如果过得不好呢，就是说明你不够努力，或者是不够聪明。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驱动下呢，美国的财富分配逐渐失衡，阶级逐渐固化啊，拥有更多资本的富人呢是越来越富，而底层的人民呢，因为教育、认知和环境的限制呢，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呢则越来越少。而这当中啊，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集中展现，那么就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制造业空心化。那么这个道理啊，谁都明白，资本逐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呢，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地方进行一个生产，而美国本土的产业呢，则逐渐升级。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高科技、新能源以及金融行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那么这样的产业升级啊，也大大提升了这种有高知识水平的精英阶级的数量，而那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制造业的工人呢，则因为全球一体化的产业搬迁，一下子没了工作，又无法适应高科技的产业升级，那么也就成为了铁锈地带万斯笔下的那些看不到希望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美国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要么向上跨越，更卷更拼的成为精英阶级，那么要么就是直接沦为社会底层。正所谓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让美国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么直到今天还在保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在残酷的竞争下呢，也导致了美国的种种的社会问题的诞生。那么直到特朗普的重新崛起，给了美国底层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您想啊，特朗普他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去改变美国的这种经济的底层格局吗？也就是他是要向新自由主义宣战，去革马斯克那一类大资本家的命吗？我相信啊，答案是否定的。他能做的呢，只能是将矛盾转移。他要灌输给美国底层人民的概念是民主党的左翼政府，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是大量的非法移民，甚至是常年占美国便宜的加拿大，导致了美国底层人民的贫困。所以啊，在特朗普的口中，他从未将俄罗斯和中国称作敌人。那么他口中的敌人只有民主党，只有拜登，只有非法移民，只有欧洲的左翼政府和加拿大。但真正明智的人都知道啊，美国今天的局面正是共和党所推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所直接导致的。
最后啊，我们再来说说特朗普要怎么样对外扩张和掠夺。还是那句话，不用揣测和分析，特朗普已经一遍遍地告诉公众了，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吞并加拿大跟格陵兰。那么这件事啊，要放在2个月之前，没有人会当真。但是现在呢，所有人也都知道特朗普他是认真的。而加拿大和格陵兰对特朗普的吸引力到底是什么呢？说白了啊，非常简单，就是资源。100年、200年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有的资源。那么这一点呢，我随后会在后面单独做节目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您只需要知道，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是特朗普一定要进行的2个中期目标啊。关税和精兵简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贫困阶层的问题，但是呢，加拿大跟格陵兰可以。说到这儿啊，其实一切都明晰了。但如果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啊，特朗普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哪儿呢？肯定不是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呢，反而会举双手来支持美国，特别是在美国将乌克兰拱手相让给俄罗斯之后，我相信呢，那时候特朗普唯一能够碰到的阻力或者敌人就是欧洲的左翼政府。加拿大我们都知道是英联邦国家，跟英国、法国都有剪不断的关系。而格陵兰呢，本来就属于欧洲的丹麦。那么特朗普如果贸然吞并加拿大跟格陵兰，您想欧洲会臣服吗？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下，特朗普其实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欧洲的左翼政府。加拿大我们都知道是英联邦国家，那么跟英国、法国都有剪不断的关系。而格陵兰啊，本来就属于欧洲。那么特朗普如果想贸然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您想欧洲会臣服吗？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下呢，特朗普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欧洲的左翼政府啊，扶持右翼政府上台。目前欧洲的政治格局啊，也正是在左和右之间徘徊。意大利的梅洛尼啊，匈牙利的欧尔班都是欧洲右翼的一个代表啊，更是特朗普的亲密战友。而最近特朗普、马斯克和万斯呢，用尽全力支持的德国选择党 AfD 呢，在本次德国大选中呢，支持率也是排名第2。AfD 啊，这也是一个标榜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他的党魁爱丽丝·魏德尔呢，他的祖父就曾是希特勒身边的一个亲信。而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他的党魁玛丽娜·勒庞呢，是在2022年的大选中呢，仅以极小的差距败给了马克龙，差一点就成为了法国总理。而这位勒庞的父亲老勒庞就是一个著名的纳粹主义者啊，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军刀团。而国民阵线党呢，就是由老勒庞跟另外一个前党卫军军官共同建立的。这些法国的右翼政党啊，可以说是特朗普的坚实盟友。那么他们共同的主张呢，就是支持新自由主义，反对移民，鼓吹民粹。其实欧洲的政局啊，实在是太乱了，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里面又一个关键的问题来到了，只要俄乌战争得不到解决，那么以法德英为代表的欧洲主要国家呢，就没办法真正的向右转。这个问题呢，极其的复杂，涉及到太多的地缘政治、地区安全、能源、难民以及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您只需要知道，俄乌战争不结束，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就无法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那么这也是特朗普急于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因为他需要结束战争，以扶持极右翼政党掌权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同时呢，在未来如果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的时候呢，能够换取俄罗斯跟中国的支持。另外啊，顺便还能获取乌克兰数千亿美元的稀土和矿产，何乐而不为呢？分析到这儿啊，特朗普中长期的所有的战略焦点都落在了加拿大和格陵兰身上。可以说呀，特朗普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着这一个战略而努力。这也绝非是耸人听闻啊，我们一定要相信特朗普的话。尤其是对于加拿大，他已经说了10几次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只不过现在他才刚刚上任1个多月啊，国内政权不稳，俄乌问题还未解决，欧洲也尚未归顺，那么吞并加拿大的时机未到。而拿下加拿大呢，是特朗普一定会走的一步棋，因为只有吞并加拿大，才能够让特朗普真正的获得民选独裁的支持，才能够让特朗普真正的突破宪法的枷锁，长期执政，才能够让特朗普永载史册，甚至让他登基成为皇帝。
当然啊，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还存在太多的阻力和变数，是极限的经济制裁，是用利益引诱，是全面的封锁禁运，还是直接出兵占领，没有人知道。面对这个百年不遇的强人和狂人特朗普啊，加拿大人、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乌克兰人又要怎么样应对？我是没办法回答的。但我唯一坚信的是呢，他们不会束手待毙。而这一切的基础呀，就是我们要了解特朗普，了解他的底层逻辑，了解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希望这个视频呢，能够抛砖引玉，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